蛾的养护它有4种罪：倒伏、黄叶、红蜘蛛，还有烂根。从它出现问题的角度去讲养护啊，你更好理解，更有针对性的去解决。那么首先就是绿蛾的倒伏，咱们家庭养护绿蛾出现倒伏的现象，那么跟什么关系最大？那么就是跟光照的关系最大啊。咱们室内啊单面取光的南阳台啊，你会发现它会向着够着向什么？向有光的地方去成长。那么这样它茎秆会弯曲啊，茎秆弯曲以后啊，叶片比较大，它就会因为重力啊产生一个倒伏。哎，很多时候咱们买绿蛾的时候，叶片比较大啊，你会发现叶片比较大的啊，拿到家以后，什么由于你家的环境的光线跟它之前养护的光线不一致啊，家里光线太弱了，什么大的叶片产生一个倒伏啊，这是第一个最普遍的现象。咱们要做的就是往什么？往明亮的地方去挪一挪，但是它夏天不能直晒。那么第二种倒伏情况就是咱们长期缺过水啊，有的人说，哎，我忘浇水了啊，这个叶片都倒了，浇水以后，哎，嘚儿它又挺起来了。那么这种情况下，它的老叶啊，有一些老叶它恢复不了了。这个就是什么缺水后遗症了啊，咱们啥也不用管啊，你了解这个情况以后，你给它剪掉就行。那么第二个就是绿蛾的黄叶啊，那绿蛾的黄叶大体分几种啊？第一种就是这种消耗性的黄叶啊，还有烂根性的黄叶，它俩给你做个区分。那么什么叫做消耗性的黄叶？就像这种啊，它顶端长叶片，正常生长，叶片越长越大啊，这种养分比较充足啊，底下偶尔出现一个叶片倒了啊，一个叶片什么黄叶了啊？这种黄叶从外往里黄，均匀的黄啊，最后是均匀的黄，这种就属于消耗性黄叶啊，跟你养护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，它属于正常的一个退化现象，哎，就跟你掉2根头发一样啊，咱们只要给它剪掉就 OK 了。那么烂根性的黄叶啊，它黄叶表现也是这种均匀性的发黄，只不过烂根和消耗性的它区别在哪儿啊？往往是长出来一个叶片，它底部叶片就会黄一片。啊，长出来一个叶片，底部叶片就会黄一片啊，然后它新叶长得比较小啊，你最好区分的就是什么？它长2个了，它长2个叶片底下黄一个，那没有问题啊，叶片长得越大。那如果说它长一个叶片越长越小，底下开始出现黄叶消耗性的从边缘往里均匀的黄，那么它就是烂根了，你需要换土，需要梳理根系。我讲的非常实用啊，你做好区分。第3种黄叶就是什么？红蜘蛛。绿蛾它相比其他植物来说，更喜欢得红蜘蛛一些啊，咱们做个对比啊，健康的叶片和红蜘蛛的叶片啊，这个是健康的，这个是红蜘蛛的，是吧？叶片出现斑点式的丝绿啊，叶片不精散，那么咱们去翻开叶片背面去检查什么虫害斑点点，仔细看有小白点的，那么它就是红蜘蛛。你可以用药啊，联苯乙满唑、联苯烃酯加定泌尿啊，用一些复配药。那像这种叶片比较严重了，影响美观了，咱们不要脑瓜子一热，哭就一顿打药啊！咱们给它剪掉，把这叶赶紧扔了，然后往其他叶片去打啊！打红蜘蛛的时候，土里也要喷点药啊！重点是叶片的背面啊，背面是重点。那么第4种黄叶啊，说3种了啊，消耗、烂根还有红蜘蛛。第4种黄叶就是水大啊，就是什么叫水大？就是说绿蛾它从边缘的往里黄，像这种黄啊，同时叶片出现圈圈式的一种干叶、干尖、斑点啊，这种情况，第一个阳光强，第二个就是你水大了啊，你阳光直晒了会这种，你水大了它也是这种啊，就是说绿蛾的叶片会吐水啊，土壤当中长时间过湿，那么它吐水以后会造成一些菌害啊，出现一些斑纹，同时这个叶片会退化，边缘向里边发黄啊。那么针对绿蛾容易出现的4大症状，咱们平时养护的时候，给它放在明亮的散射光的一个位置，夏天尤其是夏天不能直晒啊。那么秋冬可以给它适当的增加光照，薄弱的紫外线胁迫它的叶片越长越好，越长越大，你就可以理解为给秋冬给一些光照，它属于恋苗，是吧？那么绿蛾有极强的向光性啊，咱们室内单面采光的，它会往一侧去长，那么这时候咱们可以每周10天左右给它转一转花盆啊，这样会均匀一些啊。那么第3个浇水啊，绿蛾在室内养护啊，它一般圆土球都是这种泥炭的啊。那么室内养护的时候，泥炭土的话，那么咱们手插进盆面，半个手指节到1个手指节的距离啊，插进去，指尖感觉到微微凉啊，有一点潮气，咱们给它浇水就 OK， 是吧？这个具体是半个手指节还是1个手指节的深度啊？根据你家的什么温度啊，根据你家的通风，是吧？通风条件好一些啊，温度相对来说高一些，是吧？光线也足够的特别明亮啊，咱们就半个手指节，是吧？因为水分
它通过气流散发的比较快啊，盆土干的相对来说快一些，灵活去掌握它的这个浇水。那么第4个施肥啊，咱们平时使用肥料的话啊，我一般都是7到10天用一次通用的营养液啊，1比2000兑水给它浇根浇透就行。由于绿鹅的茎干的一个特性啊，我有些时候啊，大概半个月左右啊，我会穿插式的给一点这个冠花的营养液，更多的施加一些这个磷肥钾肥啊，让它茎干更粗壮一些，是吧？这样会减少茎干倒伏的一个概率。别忘了点赞关注啊！